包总，安迪小姐来了。哦，来，吃过了没有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啊，来，坐。包子在干什么啊？睡觉。没有一点别的表示吗？没有。很可惜，没有你想要的妥协啊、谅解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我很担心。我认为，以你们现在对彼此的态度，很可能两败俱伤。混蛋，脾气臭的跟他娘一样。我来是要提醒您，您打击他的自信，就是打击包氏的未来。我打击他什么了？哦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打击他什么。我除了不想退出之外，我也愿意扶他上马。我得过癌症，要是再复发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告诉他，只要他让我回去跟他一起开会，别天天想着把我给搞垮，赶我出局，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现在公司的状况就是，不仅他为难，下面的人也为难啊。这公司的人不知道该如何站队，几乎都停摆了，每天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他非要把我气出脑溢血，他才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他要是不姓包的话，我早把他处理掉了。问题是你把包子当什么了？他妈妈现在还躺在医院，你就用各种手段的来制约他，扶他是这么扶的吗？我看您更像是对待仇人一样的在提防他。当然，亲手打下了江山，谁都不愿意舍弃。但是现在包氏的问题你也看到了，我相信你更不愿意看到他们一点一点的摧毁包子，摧毁他的理想和自信。抱歉，我那是在自保。那我也提醒您，包子即便什么都没有，他还有我。我即使不搬出魏国强，最不济，我可以用我的钱，让他重新创业。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你就没有儿子了。威胁我呀？真不是威胁你。你很厉害啊，你真的很厉害。这包一凡找上你，我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啊。我并没有比他厉害，只是他比我更在乎你们。所谓关心则乱，我回上海了。你这么厉害，不留下来帮着包一凡吗？包子总要学会长大，但他长大的代价，很可能是毁掉包氏。我刚去找了你爸，我跟他说，既然已经放权，就不要试图垂帘听政。我甚至搬出魏国强来威胁他。我已经无地自容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。我明明知道是我爸故意把我妈害成这样的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
原来跟着我妈的人，都以为我妈这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。为了讨好我爸，拼命的和我作对。我也知道，这全都是我爸安排的。他想一步一步的剥夺我的权利，瓦解我在公司的权威。哼，你知道我这心里头有多窝囊？你不窝囊，因为你在担心你妈的时候，她在布局，才让你这么被动。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琢磨琢磨，明天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只是临时的暂停，明天才会针锋相对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包子，我认为你没必要这样，你根本不需要跟他们鱼死网破，你可以把你现有的都给他们，另起炉灶，反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凭什么呀？你是说让我主动退出是吗？不是退出，是以退为进。你离开包氏，外面有更广阔的天空，你有你的经验、人脉、资金的事情你不用愁。我相信3年之后，你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事业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手上的包氏无人接手，发愁的人应该是他。我绝不退出，绝不。我刚才说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嘛。他心疼什么，我折腾什么。安妮，对于我来讲，那是一个家，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就跟树扎根在土里一样。你可以远远的避开魏国强，但是我不行，我不甘心。可是你反过来想，包氏本来就是他一手打下来的，那些老臣听他的不听你的很正常。他一手打下来的，那是我妈和他一手打拼下来的。我妈现在躺在医院里边，他连看一眼他都没看，就当我妈不存在了。就算我妈醒不过来，这份家产也有我妈的一半。包子，你冷静一点。你这样折腾下去，不光伤的是包氏，也降低了你自己的品格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有让他不断的亏损，让他感觉到割肉般的疼痛，他才能有所收敛啊。可你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而且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的不满、自责，通通折射到你爸爸身上。我不能让你成为他那样的一个人。你也不想你妈醒来的时候，包氏一片狼藉。我不希望你将来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而感到后悔。我们一定还会有别的办法。你走吧，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。
好点了吗？好很多。安迪，你不明白，这些天我天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，我才知道我妈有多么不容易。她明明知道我爸在外边和其他女人有纠缠，她之所以不离婚，就是为了保住我的这份家产。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，没有必要跟之前那样费尽心机，找各种人来妒忌。我承认，我不应该答应我爸，和他一起把我妈架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有恃无恐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亲手把刀子递到我爸爸手上，把我妈逼到这步田地。别这么自责。其实递刀子的人应该是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可我必须要把宝石得到手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好累。好累就什么都不要想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暴食去做那些疯狂的事情。